男嘉宾小潘23岁，来自山东学生；女嘉宾小木21岁，来自山东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个小片里面有2个信息量比较，就是我发现了，一个是你为了他没去青岛，第二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，2月减了50斤，这很厉害啊！一会儿跟这个观众朋友分享一下，看健康不健康啊？高中同学是吧？对，是高中就认识。有一次，高2的时候去餐厅嘛，要排队打饭，然后忘记带饭卡了啊，然后正好啊，他就排在我后面，他主动把饭卡借给我用。然后我就转过眼看了她一眼，觉得这个女生挺善良的，然后要了她的那个联系方式，想着以后要把这个钱要还给人家啊。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也主动找她聊天，然后慢慢的没成为情侣，但是也是关系比较亲密了啊。然后普通朋友。钱还了吗？啊，还了。为了追她，然后每天我就给她送饭，然后想打动她嘛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行啊，因为我当时高中嘛，还是身材还挺胖嘛，那身材也不是很好嘛。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呢？上大学以后，就是通过改志愿以后，然后是怎么又什么青岛济南？你给我说说这事儿怎么个事儿啊？他当时就是之前我们是好朋友嘛，他就跟我说他就是从小就想学医，然后我说那你去报那个青岛大学嘛，还挺好的。然后他就说那个行啊，然后后来但他知道我去了济南嘛，然后他说他报志愿的时候他就觉得可能这4年我就要会认识其他的人，然后我们就真的没机会了，然后他就偷偷瞒着家里，然后改了志愿。然后他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触动蛮大的，觉得一个人家为了我就是放弃了人家的理想，我觉得就还挺好的。你现在学什么？我学会计啊，会计。我觉得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，学什么也值得。好，你觉得值得就行了。这是改志愿是吧？对。然后小片接下来就说到了什么？他现在认识了很多男生是吧？对。吃醋了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没有安全感。其实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，就是我是艺术生，然后当时有一个和我一起学画画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然后人家复读了嘛，他就压力特别大，然后就跟我说，就是经常会聊一些天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觉得是异性和我聊天太过了，然后他就背着我把人家给删了。然后朋友见我问我说你怎么考上大学就不联系了，还把我删了什么的，我也没有办法跟人解释，总不能说是因为我男朋友小气是吧把你删了是吧？然后我觉得就特别过分，然后就因为这事我们之间也有吵架。那还不是因为你跟那个男的联系那么频繁吗？每天几乎是1天3遍按着给你请着，然后问你这问你那，我觉得这超过了一个正常朋友吧。这不就一个男生吗？你干嘛在小片里说好多呀？但是上大学以后，他加入社团的时候，他不是也是社团的社长嘛？然后就我发现那个通讯录那些异性朋友明显的比同性的多。没有，就是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的嘛，朋友就比较多，只是正常的交朋友，也没有说和异性特别多，同性朋友也很多，但他只关注人家那个点。还有一次就是我大学那个聚会嘛，我提前跟他说，我说晚上我们一起吃饭，可能会晚回去一会儿，然后他就一直打电话，然后我接通了之后，他就是大声吼我说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去？都几点了？”那不晚上吗？他女生出去聚会大晚上的多不安全呢。然后我就打电话就问问他，然后他就特别烦躁。更可气的是，他把手机都给关机了，他都不知道我当时多么的着急。当时因为人家就很多人在一起，而且我提前还和他说了，然后他还是一直打，我就说我晚上回去之后再和你说。然后，但是他还是就是一直吵我，就是太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了。担心他。他去之前都告诉你了吧？告诉了，但是他回去太晚了，我不得问问吗？也就是说，女生在去之前是跟你打过招呼的，对吧？对。他有没有要跟异性说出去聚会什么的而欺骗你的时候呀？有没有啊？他之前他就是实习以后嘛，然后他跟他同事出去吃饭，然后他说是他领导。
哦，不是，是因为那次我们一起加班嘛，然后晚了，正好他去接我，他也没有提前跟我说。我一看他来了嘛，我怕他在跟人家吵什么的，因为我是在实习期嘛，我觉得弄得太过也不好。然后我说那是我领导，我想他还不会跟人家吵架嘛，我就这么跟他说了，我也没有太往心里去，当时就那么说了。然后但是后来他去找我，发现那是那个我同事，不是我领导，然后他就觉得是我骗他怎么着的。就如果不是当时我去找他，我还现在一直以为那是他领导呢。我觉得他什么事都说是为了我好，什么都管着我，这样我真的压力太大了，我就觉得好累啊，就那种。你觉得累吗？我觉得不累，因为不累哈。甘心为一个心动的女生付出很多，都觉得甘心为一个心动的女生付出很多，对，所以无所谓是吧？对啊，女生觉得累，提过分手之类的这种要求吗？或者谈过吗？提过，就是因为上次我闺蜜来找我嘛，我想人家大老远的来，我说我们请人家吃顿饭吧。当时就在那个饭桌上嘛，她就跟人说要 AA 什么的，然后但是我闺蜜回去就觉得，哎呀，你男朋友怎么那么小气？她就私下里跟我说，她就说对你是不是真像你说的对你那么好呀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太尴尬了，就觉得特别不好。之前他在去吃饭的时候，他说了，说我们是 AA 制。后来在饭桌上，他又提出说是请客，然后我也没准备那么多的钱，然后我也没找到正式实习工作，觉着硬撑着就觉得很不好，也没。这个事儿其实不重要啊。女生，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说，你说跟他在一起很累，对吧？所以你有没有跟他谈过类似于像分手这样的事情？谈过。谈过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他想分手。3月份的时候，我跟他说分手嘛，就那次吵架特别厉害，但是他就喝了1个月的酒，然后就胃不好，然后去医院了，然后当时又让我觉得心疼，又让我觉得难受，因为，哎，他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太伤害自己了，这样我觉得太极端了，有的时候他做事。那时候也是为了挽回他，当时也没有什么法子，然后也挺郁闷的，然后就喝了点酒。后来发现这种方式是不对，然后我觉得还时常听他说那肥呀胖什么，还看他身边那些异性朋友吧，都是比较瘦高挑的，然后我又下定决心减肥，然后从5月份就开始减肥。你等于喝酒是苦肉计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就是当时想挽留他一下，有缓和的时间，就没有。然后你开始减肥是吧？对。2个月减了50斤，对，是不是有对比照片啊？这是多重？200多斤。哦，你是在乎他胖瘦吗？我不在乎他胖瘦，因为我们当时认识的时候他也是胖的，我也没有嫌弃过他什么，他只是一直不自信，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其实他没有他想的那么不好，他只是自己太不自信。那你跟他分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管我管的太多了，就是他老觉得我会和别人怎么样，其实都是我的正常的社交啊或者什么的。这么说吧，你喜不喜欢他？我觉得他说他第一眼，其实我听小伙子讲，第一眼就看上人家了，对吧？对。你什么时候对他心动的呀？你到底是心动了还是被感动了呀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男生有感觉的吧？这么说，就觉得可以接纳他做你的男朋友。就是从我们填完志愿不是去了一个城市嘛，然后就觉得还挺好。其实说白了就是改了志愿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感动吧。哦，放手吧。我觉得还想再坚持一下，然后再挽留一下，继续走下去。你能告诉我你喜欢这女生什么吗，小伙子？她特别善良，然后乐于助人。我觉得她很完美，挺优秀那种。很完美？一个完美的人跟人出去吃顿饭，你怎么会怀疑呢？因为我就觉得太完美，所以就觉得可能是。还有她那个朋友圈跟异性朋友那评论，就是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就比方说有一次，她不是学车吗？然后她说。我爱学车，然后有一个异性朋友就跟他开玩笑说他那个艺名叫学车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吧？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没有。问题是他怎么回复的？我没有回，根本就那个人我也不是特别熟，只是他可能性格就是那样吧。我要是真的和人家有什么事，我可能也不会让他看到，我肯定会屏蔽他呀。明白，就是他会多想，有的时候。但是还有，他对外也不宣称我是他男朋友。今年嘛，他过生日的时候，他邀请他同事去聚会嘛，
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是她男朋友，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的那种。为什么呢？没有，只是我刚去实习嘛，公司里的人都不太熟，我们的共同朋友和我们的好朋友都是知道我们的事的。然后那些就是不太熟的人，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特地通知人家或者怎么着。所以一段轻松的爱情摆在了你们的面前，我相信男生一定是希望说我愿意尽我所有的努力留住女生，是吧？对。女生实际因为我们也这么长时间了嘛，我觉得也是有点放不下的。你要不爱不喜欢你就放手，要不然真害人。因为到了这个节点了，就是要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了。那究竟应该怎么办？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，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女生3个词啊，你选一个。想要不爱了，开始不爱了，已经不爱了。已经不爱了。已经不爱了啊！你还挺坦率的啊，听见了吧？挺坦率的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每一个阶段做每一个阶段的事儿嘛。所有的爱情都是有阶段性的。从学校到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跨越，这个时候是会有变化的。那这个时候问题在于什么呢？就是有的爱情是因为什么而改变的呢？或许不是因为某些人变了，而是因为某些人没有变。你没有变，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有变化，但是你没有变。你会觉得说，哇，我减肥了，我减了50斤，我怎么没有变？我跟你说，人生始终在前进，每个人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。就曾经匹配过的，将来也不一定匹配。我要给男生的一个意见是，接受成长。成长是什么？成长就是接受自己不够好，接受有人可以不爱自己，接受曾经爱过的会变成不爱的，接受所有这一切，再跨出去，去让自己变得好起来。我觉得这才是你接受自己人生的方式。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应该祝福他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谢谢。二位好啊，先来说女孩，这些年一直错把感动当成爱，所以对这段感情来说，现在应该是身心俱疲的。但你知道你做的有一点非常过分的是什么吗？你明明知道你对他的感情没有那么的纯粹，你明明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是在被感动着的，但是你却一直在不拒绝、不负责。就是你不把他当成你的男朋友，但是却让他误以为你是爱他的，把他当成男朋友的。你在同事在这个实习的期间，为什么不介绍是男朋友呢？没有，那是因为我刚去的时候。所有的都是借口。如果你真的很爱他的话，你一定会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这是我的男朋友。虽然可能不会大张旗鼓，哎，来看，这是我男朋友啊，但是身边多多少少你的同事会知道这个男人跟你的关系不一般。我知道其实人有的时候是贪心的，因为面对一个对自己付出了这么多的男人，对自己如此之好的男人，放手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。但是为了他好，为了你好，我觉得你其实应该早早的放开手。其次对男生说的是什么呢？你给自己做了一个人设哈，觉得是我追了那么久，又是我的初恋，然后我又为他放弃了立志成为医生的一个梦想。你看看我为这女人做了多少的牺牲啊！你一开始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这么高的人设，你当然不甘心了。你有真的那么喜欢他吗？你有真的非他不可，一定要把他挽回来吗？你有多少是不甘心的成分？你停下来好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？你盲目的一直在我付出，你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。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我一定要得到你，否则我不甘心。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那么盲目的一味的说非你不可，我一定要怎么样。停下来想一想，这些年他给你回馈了什么？你们之间的感情有多少是在不服气当中度过的？所以想清楚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就没那么纠结了，是吧？好吧，祝福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幸福，各自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山达老师。
从两个人的3年交往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呢，其实在感情当中一直很平淡，淡到会让男方认为我做的可能还不够好，所以我会更努力的付出。但实际上呢，3年下来，两个人渐行渐远，已经没有共鸣了。你所有的付出，对于一个不爱的人而言的话，其实都是噪音。不过从男方角度要多思考一下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结局？我爱你，我把它翻译一下，翻译成2个词，一个叫做我要你，另外一个叫做我给你。你想一想，这2个词，你用的哪一个词用的更多一些？那是第一个吧，我要求你，我占有你，你是我的。所以在这种心理状态下，会让你的付出没有去打动对方，反而让对方感觉到被约束。所以他说我很累，你所谓的爱让他很累，那你爱的就爱错了，因为你是在我要你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在你这种我要你又要不到的时候，对方又淡然的时候，你就会患得患失，你没有安全感，每天都提心吊胆，你提心吊胆，他也提心吊胆，所以他就会很累。想让自己安全，首先你变得真正的强大，而这个强大呢，不是患得患失，而是说你要能够和他形成一种平衡，他能够真的也会喜欢上你，而不是逼妻就范。所以这一次恋爱也算是对你一次反思，女方借此机会勇敢的说出心声，男方也勇敢的给自己画句号，今天的句号，明天的开始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恋爱的基础是让一个人舒服，不要不自在。如果你已经让别人不自在了，你就应该知难而退。你如果给对方不要说给幸福和快乐，连自在都给不了，那你还留下干什么呢？关于女生，以前你跟她在一起，无论是感动还是什么，那都不能称之为绝对的对或者是错，那只是你一种真诚的作为。但是现在你已经清楚了，不爱了，这个时候你不能欺骗自己，走就是走，留就是留，你不要顾及别人的评论，做自己。你说呢？对，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就记住一句话，如果一段爱情让你感觉不到快乐，没有自在，那一定不是一段爱情。爱的人被爱的人都是一样的，男生其实你也不自在，你也不快乐，那就不是啊，对不对？想清楚这点，什么事儿都过得去。好了，下面就看你们自己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感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还挺在乎你，还是对你有意思，还是喜欢你。我希望你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虽然是之前管你管的也比较多，也没给你那个自由的空间，但是我觉得我以后会改变。我觉得我看到你减肥这么成功，我也真的挺为你开心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事情真的蛮多的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还要再想一想。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只是看现在这些矛盾，我们之间也经历过很多美好的事情，还有生活的一些小事儿，你观察特别细致，都很让我感动。就记得有一次我比没有水，你还给我准备那么多。时间到啊！好了，谢谢2位年轻人跟我们分享了一句话啊。也许你待会儿马上就会走，但是你刚才的那句想一想，你会让他浮想联翩。你要走你就走，你说什么想一想，想都别想。祝他幸福，要不然你就别在这儿说你不自在，要自由。行了，回去吧2位。来吧，请关门吧。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
把一半水当作从没有在